王爷，外面来了名漂亮女子，带着一对龙凤胎，说孩子是你的，让你负责。将他们赶走。王爷，他说你不去一定会后悔。娘亲，爹爹真的在这里吗？娘亲，爹爹家里好大哦。你们爹爹住这里，他是腾龙国的韩王殿下战北渊。王爷，就是他们。孩子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站住，别靠近本王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叫江云溪，清虚观的弟子。6年前那晚你浑身发热难受的快死了，是我帮了你，你给了我玉佩当信物。你确定是本王给你的？有一晚在牛栏村的后山，你真的不记得了？不会吧，我怎么不记得那晚的事？完了，他怎么直接找上门来了？本王不记得那晚有发生什么事。你看看我，你好好看看我，我娘亲像是来碰瓷的吗？你再看看我，看看我的眼睛，你要不认我和哥哥吗？罢了，再说下去倒显得我们无理取闹了些。默默、绵绵，我们走，不要耽误人家成亲洞房。站住！王爷放心，我们母子不会再来打扰你。难不成你想杀人灭口？你带着孩子跟本王进府。王爷，我们该拜堂了。你之前说本王不来见你会后悔，是什么意思？听闻韩王绝嗣，突然有一对龙凤儿女，要是不认，难道你不会后悔吗？你们现在跟本王进宫。好。王爷，成亲取消。王爷，能不能别取消？我来了王府，就算没拜堂，全京城也知道我是你的人。没拜堂，你我就不是夫妻。取消成亲的事，本王会对外说明原因。本王许诺过林家的，依然会做到。王爷，能不能等你去见了太上皇再做决定？万一太上皇还是希望我们成亲呢？也好。太上皇，老奴回来了，韩王殿下也来了。他们拜堂了，胡闹！来这里做什么？让他们赶紧回去洞房。洞什么房？不知道你儿子有瘾症？你个混账！姑都要去了，你就不能赶紧洞房，让姑没了遗憾？你带个女道士来做什么？姑还没死呢。太上皇，你身上龙气缠绕，至少还有5年的寿命。你胡说八道！太医说姑的病没得治了，姑也感觉得到姑快到头了。我说你能活，你就能活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叫江云溪，清虚观弟子，英国公府的嫡女。因为从小报错，一直流落在外。我今天是回来京城认亲的。你会算命？是，包准。那你说他会不会有孩子？我已经给他生了2个孩子。2个？孩子呢？孩子现在在哪里？像啊！女娃娃眉眼像北渊的母妃，男娃娃跟她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皇祖父，皇爷爷，江姑娘，姑能不能再活10年？不，姑要活更久。最少5年，更长就得看你自己的造化。父皇，儿臣是不是不用成亲了？为什么不成亲？江姑娘都给你生了2个孩子，你应该娶她。孩子儿臣会管，但儿臣不会娶她。我没想嫁他。你以为自己是香饽饽，原来也有人不喜欢你。本王不稀罕他喜欢。太上皇，有人想害你。你说什么？要是我没算错的话，太上皇是3个月前身体开始不舒服的，渐渐无力，最后只能卧床。你为什么这么清楚？我是清虚观的弟子，能掐会算。不信你现在去东南方向找找，绝对贴了一张符。爹爹，花盆底部贴了一张符，别碰！符被人做了手脚，所以烧起来是黑雾。正常的符燃烧不是这样的。太上皇应该好好查查。太上皇，老奴该死，竟然让人在内殿放符害你。姑知道你的忠诚，起来。皇祖父放心，娘亲画的符可厉害啦，妖魔鬼怪都靠近不了你哦。你娘亲这么厉害？娘亲超级厉害的，在清虚观特招人喜欢。她这次带我和哥哥来找爹爹，他们都非常不舍，哭得眼泪汪汪。等等，你们怎么有的孩子？这些年你为什么没找上门来？6年前我跟韩王意外有了一晚，之后我怀孕独自带着孩子，直到我祖母到清虚观找我，说默默跟韩王殿下小时候一模一样，我才确定他是孩子的爹。注定的，姑看你们赶紧找个大喜日子成亲，不如就今天。你既然生了孩子，你以后是韩王妃，林姑娘侧妃。我算过了，韩王这3年都成不了亲，太上皇还是暂时放弃这个主法。那你带孩子找他是？他是孩子的爹爹，有责任照顾，我们共同养孩子就行，其他互不相干。
如此最好。那就这么说定，我先带孩子回英国公府认亲，之后孩子住在韩王府，我会经常去看孩子，韩王不会阻止吧？娘亲，你不跟我们住一起吗？娘亲，不要跟你分开。你一直带着孩子，突然将他们丢到一个陌地方，忍心吗？你也在韩王府住下，这件事姑说了算。既然父皇开了口，你暂时住在韩王府。娘亲，我们要跟娘亲也……我暂时也住韩王府。多谢王爷送我们，不过你今晚有血光之灾，这个符能保你平安，打完折后100两银子。本王不需要。什么人？我是江云熙，英国公府的嫡长女。我先进去禀报，等我进去。云溪，我的2个小宝贝儿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祖母，曾祖母母，你过来。她叫江云熙，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以后她是英国公府的长房嫡女。不好了，三姑娘她自尽了，奴婢怎么喊也喊不醒，你们快去看看。放心，今天英国公府不会死人。你在说什么？陈瑜是你的妹妹，你不关心她就算了，竟然说家里不会死人。虽然她短命，但现在确实不会死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哼，你最好祈祷陈瑜没事，否则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她要自尽关我什么事？我看她是想害我。她得知你要回来，不惜将自己住的院子让出来给你，你竟然说她害你，有没有心啊？回来的第一天，她就闹着要自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逼她去死，这是陷我于不义。你这是小人之心。我知道对方从小养在你身边，肯定会更亲，但你不应该对我有恶意。为人母不是这样的。我不管你跟江晨瑜感情多好，但从今天起，我江云熙才是英国公府的嫡长女。春嬷嬷，你去看看陈瑜是什么情况。是，母亲，你闭嘴！云溪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今天是她认亲的日子，我倒要看看谁敢闹事。咦，这2个孩子是？这是我的儿子默默，这是我的女儿绵绵。你竟然在外面生了孩子！听你祖母说你未出嫁，你怎么能做那种不知羞耻的事？这是江家的不幸啊！他们是韩王殿下的孩子，身份比你尊贵。你去找过韩王了？不仅见了韩王，我们还去宫里见了太上皇。太上皇认下了2个孩子。好，好，好！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成亲？我没打算嫁给韩王，只跟他一起养孩子。韩王的孩子，你少在这里忽悠！京城谁不知道韩王有隐疾，没法生孩子？他今天还要娶王妃，哪是你一个道士能高攀的？祖母，带我们去祠堂见列祖列宗。好。云溪，入族谱的事，等你父亲从战场回来再正式办。好。祖母，陈瑜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快起来，地上冰凉，你的风寒还没好。母亲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快起来说话。祖母，之前我吃了药睡得沉，青枝一直叫不醒我，以为我接受不了姐姐回家想不开自尽了，才会慌慌张张去禀报老夫人。奴婢见三姑娘一直没醒，才会多想。奴婢错了，请惩罚。错了确实该罚，拖出去打20板。云溪姐姐对不起，是妹妹没管好下人才会导致误会，我愿意替她受罚。不过就是一个误会，说开了就好。为什么要打20板？你要不要这么狠？是她自己说错了，又不是我冤枉的她。母亲，云溪姐姐是对的，是我没有管好下人，我该罚。老夫人，是奴婢自作主张，不关三姑娘的事，奴婢愿意收20板，请你们不要怪罪三姑娘。从今天起，我是英国公府的三姑娘，仆人以后叫她陈瑜姑娘。陈瑜是在英国宫长大，外人都知道她是三姑娘，你一回来就这样，太过分了！英国公府锦衣玉食养了她22年，没有亏待她，也不欠她。我从小流落在外，吃尽苦头，回来第一天，你这个当母亲的一句关心也没有，是不是更过分？你明知道我今天回府，别说你身体不舒服没法来，这会儿你不也来了祠堂？云溪姐姐，不是那样的。陈瑜，三姑娘，是陈瑜姑娘。想清楚再说话。我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可以对她好，但也得尊重我。我就是觉得你刚回来，必要那么计较，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我不会偏心她。她若尊重我，我又怎么和计较？
祖母，我们今天赶路辛苦了，想早些休息。我带你们去休息，你们住我旁边的院子。母亲，你带他回去，让大夫好好看看。找到紫微星，或许可以帮你续命。孽障，放开他！小姑娘，别多管闲事。咦，你的魂魄不全，夺舍你的身体更好，妙啊！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。今天起，我替你活着！你做了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早该投胎，留恋人间就算了，但残害无辜就是你的错。残害无辜，我曾经也是无辜的，我被害死没法投胎，谁替我出过头？谁又管过我？我不无辜吗？这不是你害人的理由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所以你要让我魂飞魄散吗？说吧，你是怎么死的？你不灭我，你既然说你是无辜被害死的，没法投胎，我先帮你，之后再跟你算残害无辜的罪。真的愿意帮我？你在这里守着他，等我回来。我现在要去帮我孩子的爹。主子，有人拦路。你去解决。主子，恐怕我一个人解决不了，有10几个人，看着挺不一般的。主子，他们看着很不善，要不你还是先走。本王要是走，你只能去阎王爷那里报道。主子，拿着。主子，兄弟，在这里做什么呢？王爷，我说你今晚有血光之灾，现在信了吧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应该感谢我，那2名弓箭手都被我砸晕了，你可以带回去拷问。你为什么帮本王？你是我孩子的爹，否则我不会多管闲事。希望如此，而不是你有别的目的。姐，你驾马车送他回去。不用，你们处理你们的事，你的事我接了，我会让你去投胎。姑娘真的愿意帮我，对方在京城很有身份地位，你去跟他斗会有危险。我是英国公府嫡长女，清虚观最厉害的弟子，你觉得我会怕他？母亲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，才让姐姐回来第1天就闹得这么不愉快。这哪里是你的错，不过就是一个误会，是他心眼太小，紧揪着不放。你赶紧躺着休息。母亲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姐姐，这么多年她流落在外，你应该多多关心她。等我的病好了，我会离开英国公府。离开英国公府？不行，我不答应。母亲，我终究不是英国公府的人，现在姐姐回来了，应该将一切还给她。你从小在这里长大，你就是英国公府的人，当初报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自责。从小长大，是你给了我欢声笑语，是你在我身边陪伴尽孝，你永远是我的女儿。母亲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先好好养病，其他的事交给我。只要母亲站在我这边，英国公府就永远没有江云熙的容身之地。娘亲，阿宝、二宝，你们多吃些才能长高高。祖母，你也吃。你母亲那样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她喜不喜欢我，我一点儿也不在乎。唉，陈瑜从小养在他身边，你们从来没相处过，他肯定对你不亲。等你们相处一段时间会好的。母女缘浅，不必强求。祖母，你别担心，我有默默、绵绵，还有你啊。你打算一直住在韩王府？没打算，等默默、绵绵熟悉王府后，我会回来。无名无分，你一直住在韩王府不是办法，不如这样，在韩王府住段时间，在英国公府住段时间也好。对了，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摆摊算命。你开心就好。祖母，江晨瑜快22岁了，他怎么还没出嫁？他一直钟情太子，后来太子娶了太子妃，他大病了一场，从那以后他说不嫁了，我们也逼不了他，就拖到了现在。他倒是痴情。你如今回来了，要不要把他送去牛栏村？江晨瑜不是牛栏村的人，至于他何去何从，祖母你们解决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他
安分就算了，要是不安分，我不会手软。祖母懂了。老夫人，韩王殿下来了，说是来接三姑娘和小少爷、小姐。韩王殿下，你请坐，管家已经去后院找人了，应该很快就会来。不用，本王站着就好。见过韩王殿下。母亲，韩王殿下怎么来了？他是来接江云溪和孩子的。恭喜殿下，你打算娶云溪姐吗？她住王府，定惹闲话。你很关心她。她是我姐姐，我自然关心。既如此关心，你这假千金也该滚出国公府，免她受人指点。爹爹，你们吃早饭了吗？你们平时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读书，我喜欢习武。哇，你们好厉害啊！主子从小也喜欢读书习武。你们今后在这住下，但本王主院没允许不得擅入。好，还有什么规矩？王爷一并说了。缺什么找白管家，他自会替你们安排妥当。王爷，你打算何时对外公布默默和绵绵的身份？本王今日便进宫请旨。至于你，本王没打算娶。哦，王爷多虑了，我也没打算嫁你啊。王爷，秦公公带着圣旨和给小世子的赏赐来了。殿下，这是陛下亲拟圣旨，正式向天下宣布两宝身份。有檀上皇与陛下恩准，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吗？将来不论王爷是否另娶或再生子子，本王不会娶王妃，也绝不会再有其他任何孩子。我算到你将来一定会娶王妃。你这次大概要算错了，本王绝对不会娶王妃。我从来没算错过。看样子本王这次要砸了你的招牌。哦，那我挺期待的。韩王、江姑娘，太上皇让你们带孩子傍晚进宫用晚餐，老奴先回宫了。你带孩子熟悉一下王府，本王有公务要先去处理。你应该学着怎样当一个父亲。本王会多跟他们相处。韩王竟然冒出一对5岁的龙凤胎，听闻那江云溪就是个穷酸道士，汉王怎么可能娶她？权倾朝野的王爷哪会娶一个弃女？请问陆侯爷在不在府里？你是何人？可有提前约好时间？我叫江云溪，你现在去跟你家老爷说枯井2个字，后果很严重。老爷，江姑娘来了。你府里做了不少布局，还有法务，这是在防邪祟。江姑娘看出来了，10年前你的正室夫人怎么死的，你很清楚吧？谢氏不小心失足掉进水里淹死了。既然你不愿承认，谢思薇可是跟我不少。江姑娘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谢氏10年前已经死了。我已经给了陆侯爷机会，既然你不要，那就好自为之。凡事讲究证据，谢思曼10年前就死了，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查。当初我真是眼瞎，才会选择嫁给他，还替这个狼心狗肺的养了6年的孩子。这是你命中注定的一劫，就算没有这件事，你还会有其他悲惨的遭遇。我的命注定这么差吗？行善积德，一点点累积福报，虽然不能彻底改命，但至少会比现在好很多。你是何人？为什么击鼓？我要见你们大人。跟我进去。堂下何人？有什么冤情？我要告文信侯府的侯爷陆泽安。10年前，他害死了自己的正室夫人谢氏，请大人替谢氏申冤。你既然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让我重新审10年前的案子？你的意思是，民间有百姓家里死了人，没有证据，就不能来京兆尹府报案？谢氏的魂魄跟我说的。
这里是京兆尹府，不是儿戏的地方，请你严肃些。我很严肃。大人掌管京兆尹府，应该知道百姓有权利来京兆尹府报案。我叫江云溪，暂时住在韩王府。大人，这要查吗？查，不然他跟韩王告状怎么办？爹爹，你看我画的好不好？还不错，送你啦，这是平安符哦，谢谢。你记得随时带着，可以保平安。好。王爷是来接我们进宫的。晚膳除了父皇，可能还会有其他人，到时候你说话注意些，不要落人口舌。我会尽量注意。儿臣见过父皇皇上。臣女见过太上皇上。你们快入座。崔海，你立刻马上去内务府挑些好的东西，拿过来给小世子、小郡主当见面礼。是。父皇，他们跟皇帝小时候真像，一看就是皇帝的孩子。这下子你不用再担心皇帝没有子嗣了。要不是这2个孩子，估计姑很快就要死了。他们是姑的小福星。父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幸好昨天云溪带孩子找上门，北渊才会带他们母子进宫。结果云溪发现有人在姑的内殿里放了一张害人的符。父皇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现在才说？哼，提早讲又能如何？凭你的本事，难不成还能扭转局势？现在说也不迟。刚好你们都在这里，查来查去，最后估计只会推出来一个替罪羊。不查也没事，有臣女的符在，太上化的宫殿是安全的。姑娘是玄门中人，我是清虚观的弟子，想必公子也是玄门中人。我叫柳清白，师父是腾龙国的国师，因为他要闭关，我暂时替他待在宫里。你能伸出你的右手给我看看吗？我能摸摸你的手吗？江云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想帮柳公子看看手相。他是国师最优秀的弟子，需要你看手相。说不定需要呢。传晚膳。嬷嬷、绵绵，这位是你们的黄伯伯，也是腾龙国的皇帝。黄伯伯好。黄伯伯，你看着好厉害哦。皇帝，你既然与江姑娘有了孩子，不如朕给你们赐婚。多谢皇上，臣弟现在没有成亲的想法。你这就不对了，江姑娘替你生了2个孩子，你不应该对她负责吗？她是替臣弟生了2个孩子，但臣弟还不知道她这2个孩子怎么来的。该不会是你趁她昏迷做了霸王硬上弓的事吧？臣女没有。玄门中人定然不会做那种事，皇上可以放心。当年那晚的事情是怎样，本王自会查清楚，不会冤枉好人，也不会放过恶人，不是柳公子一句话就能撇清的。我真要做了坏事，还敢带着孩子大摇大摆来你面前吗？你急什么？本王说了不会冤枉好人。哦，那你赶紧查清楚。柳公子，我替你看看手相吧，等会儿还可以交流一下。好。本王还是第一次见看手相需要上手摸的。看手相分很多种，一种是粗略的看表面，另一种是摸骨。王爷不是玄门中人，自然不懂。柳公子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江姑娘说的对。王爷听到了吗？哼。柳公子的手相很好，大富大贵之命，晚年也是幸为美满的。借江姑娘吉言。不过我要送柳公子一句话。你说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我会谨记江姑娘的这句话。今晚你照顾2个孩子，我得出去办事了。大晚上的你去办什么事？我今天去京兆尹府敲鸣冤鼓了，现在要去找证据。你有冤情？不是我，是他。袋子。是袋子里的魂魄。好好听你们爹爹的话，娘亲办完事就回来。
爹爹，你别担心，娘亲不会有事。爹爹，娘亲很厉害的。他平常晚上经常出去。娘亲可忙啦，白天看病救人，晚上还要处理各种问题，还要收拾一些作恶多端的人。这些都不担心孩子们害怕？齐言，你去京兆尹府打听下，看看江云熙今天报的冤情是什么。是。王爷今天不用上朝。不用。今天2个孩子交给你带。虽然本王不用上朝，但得去营里处理事情。带上他们，让他们跟将士们一起训练。他们才5岁。5岁，正是开始训练的好时期。你不觉得自己太狠了？慈母多败儿，严母出才子。我是为了他们好。你昨天去京兆尹府要告的人是文信侯。王爷消息真灵通。那晚我去街上帮你，凑巧碰到文静侯夫人谢氏的魂魄，从他嘴里知道了整件事。身为玄门中人，我必须管到底。10年了，死去的人没法再开口，那就让活人开口。要是需要帮忙，跟本王说。你愿意帮忙？如果冤情是真的，本王不会袖手旁观。太可恶了！爹爹、娘亲，你们一定要将坏人惩治了！爹爹娘亲，你们快点将坏人抓起来！你们娘亲出手，什么时候失败过？从来没有，绵绵最喜欢娘亲啦，娘亲最厉害啦！娘亲，你那天说爹爹一定会娶王妃，那是娶你吗？儿子，我们换个话题，你会嫁给爹爹吗？娘亲，你说话呀，你怎么不回答呀？以后的事谁也不知道，以后再说。这么说，你想嫁本王？说不定是你求娶我呢。京城有多少井，你应该有办法查到吧？麻烦王爷让人去统计一下，将各个枯井的位置告诉我，我再去一个个查看。你觉得文信侯会将谢家人的魂魄随意镇压在一个枯井？当然不会，要是那么随便，谢氏自己早就找到，哪里还需要我们找？虽然我是玄门弟子，但不是万能的。你倒是个实在人。那是自然。不过，最好别让本王发现你说谎欺骗了本王。王爷为何总是怀疑我，弄得我是什么大坏人似的？直觉。你喜欢什么？我给你买。我喜欢漂亮的簪子。掌柜，将你们铺子最好的簪子拿出来。公子，这是我们铺子最好的簪子，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你们随便挑。你喜欢哪个随便拿，要是全部喜欢就都买。真的能全部买？我看这10个簪子不便宜。那又怎样？我买得起。掌柜，这些我都不喜欢，我自己去看看。你随便看，其他的也很精美。赵掌柜，从小生活在乡野的人是品不了细糠的，不是谁都配得上青城阁最好的东西。听说还是个未婚生子的，真是不知检点。就是乡野来的，能懂什么叫体面？乡野长大的又怎样？换作是你在乡野长大，恐怕还不如他。户部侍郎的女儿啊，我还以为你爹是户部尚书呢。一个3品官员的女儿也好意思跟我比？我爹英国公是正1品，比你爹高了2级呢。你爹是英国公又怎样？你从小没在家里长大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你？听说英国公夫人就不喜欢你，不喜欢我又怎样？依然改变不了我是英国公府嫡长女的身份，我比你高贵。空有一个身份而已，我依然比你高贵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，个闻所未闻的小道观道士吧？我还是比你高贵。你除了这句话不会说其他的吗？我江云熙比你身份高贵。像你这种心机深的女人，哪里高贵了？还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生了韩王殿下的孩子，难怪韩王不娶你。不娶我又怎样？我依然是他孩子的娘亲，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以后嘴巴上积点德，否则很容易倒霉。你确定只要这根簪子？确定，去付钱。我要吃糖葫芦。这不是默默绵绵他们才爱吃的吗？我替他们尝尝看好不好吃。祖母，陈玉安的舒服吗？这是我新学的手法，可以缓解疲劳。舒服舒服，你这手艺又精进了。只要祖母喜欢就好。你有心了，坐下休息会儿。我不累。快坐下，祖母有话跟你说。
祖母，你要说什么呀？云溪已经有2个孩子，你跟她一样大，该嫁人了。祖母不是让你离开英国公府，是希望你幸福。我如今这年龄，还有谁愿意娶？我也不想嫁，我想一辈子陪在祖母身边。祖母，云溪回来了，快过来。默默和绵绵呢？韩王带他们去营里了。去营里？让他们父子3人好好相处。哎呦，你应该一起去的。营里多危险，男人到底没那么细心，你应该在旁边看着。下次一起去。云溪姐姐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嫁人？云溪姐姐希望我嫁出去。陈瑜，你先别说话。哦，你嫁不嫁人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有些好奇。别的贵女16、17岁几乎都会议亲，而你曾经身为英国公府的嫡长女，为什么没出嫁？我心仪太子，太子娶了太子妃后，我便没了嫁人的念头。真是这样？是，我很早就心仪太子，祖母和二哥他们都知道。他确实心仪太子，只是想当太子妃没那么容易。陈瑜，你该放下了，找个真心待你的人，好好过一辈子。祖母，我会考虑的。你们先出去，我跟祖母要单独说说话。你要跟祖母说什么？大哥和二哥都未娶妻，这是我的心病。你大哥24，二哥23，两人都没娶媳妇，就是2房3房，你的堂哥堂弟也没娶妻，真是愁死我了。祖母，江晨瑜不能再待在英国公府了。你为什么这样说？我怀疑有人对英国公府做了手脚，才会导致大哥他们都没法娶妻。对方应该是想让英国公府断子绝孙。你这样一说，英公府嫁出去的姑娘也都没有子嗣。祖母，我要好好看看英国公务府的风水，等会儿再跟你说。看出什么？不能太确定是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有人对英国公府做了手脚。神不知鬼不觉做这种事，对方有些本事，甚至是极恨英国公府的，否则怎么会让江家断子绝孙？太狠毒了！英国公府有没有恩怨很深的对手？英国公府世代只知道打仗，不怎么参与朝堂上的事，没听说有什么恩怨深的对手。我是在家里出生的吗？是的。那不应该是报错，应该是有人在我出生时故意调换的，之后将我扔了。也就是说，对方20多年前就开始对付英国公府了。还好你回来了，否则英国公府就要彻底消失。幸好有祖父托梦给你，要是没有那个梦，我也不会知道你和陈瑜弄错了。祖父也给我托了梦，我还跟他说话了。祖父没有去投胎，他现在在地府当了个小官。还能这样？按理说祖父应该是去投胎的，但他去时地府发生了混乱，阎王爷便将他留在地府，给了一个小官职。因为他工作表现出色，才有机会给你和我托梦。地府还能这样？人死后不应该都是去投胎了吗？作恶多端的人死后到了地府要打工，之后是情况让他们去人道投胎，总之不会有好下场。在地府表现得特别好，加上前世有积德行善，才有可能提前投胎。其他死亡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刻投胎，阎王爷会根据他们生前的行为再判。总之，人不应该作恶，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因果。你怎么懂这么多？我是玄门中人，多少知道一些，但是对我的身体有些损害。对你自身不好的事别做。我怀疑江晨瑜是对方放英国公府来的，等我再看看，定会找出对方在英国公府做了什么手脚。你别急，慢慢找，我会尽快给他找个好婆家，也算对得起他。英国公府是100年世家，不能在他手里彻底消失。祖母愿意相信我就好。其实当年他也疑惑过，云溪出生那天他抱过，左手腕下面有块淡青色的莲花胎记。老夫人，国公爷和大公子回来了，快带着云溪去前院。爹爹，大哥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。别担心，我们不会有事。陈瑜心里有你们，怎么会不担心？平安回来了就好。怎么不见云溪？祖母说她已经回来了。大哥，她在祖母那里，快过来了。她好吗？你自己接触就知道了。22年的相处，终究抵不过血脉之情吗？
陈瑜，不管你是不是江家的女儿，你都是我的妹妹。大哥，我知道的，只是突然这样，我心里始终有点落差感。我懂你的心情，但不管你有没有血缘，我们依然是爱你的家人。景皇说的对，你还是我的女儿，我们会一视同仁。回来了啊！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云溪，我们英国公府的姑娘。云溪，我是你大哥江景怀，欢迎你回家。哈哈哈，云溪肯定是我的女儿，瞧瞧这眉眼跟我真像，一脸的英气。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，以后有英国公府给你撑腰。爹爹，大哥，很高兴跟你们团聚。你喜欢什么尽管说，我都给你准备。家里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你没必要再准备。更何况他也不住英国公府。不住英国公府住哪里？他替韩王殿下生了一对龙凤胎，皇家认了2个孩子，但没有给他们赐婚。他暂时住在韩王府。皇家这是什么意思？云溪都给韩王生了2个孩子，他应该娶她当王妃。我要进宫！站住！还是那么冲动？你应该先搞清楚所有的事。女儿，你快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爹爹，是我自己不想嫁，没感情的2人没必要凑一起。我如今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是他不想嫁吗？难道不是韩王不愿意娶她？可是韩王他是欣赏的，没想到他跟云溪之间有那样的牵扯，这不就是缘分？云溪有了孩子，其他的随便他。倒是陈瑜，他的亲事才是大事。你们好好看看哪家公子适合他。母亲，你要将陈瑜嫁出去吗？什么叫我把她嫁出去？别的贵女早就嫁人生子，她该成亲了。除非她打算这辈子都不嫁，不嫁也没事。英国公府又不是养不起。母亲，虽然英国公府能养陈瑜一阵子，但女子终究是要嫁人，就像云溪，她也会嫁。大哥说的对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江晨瑜不是英国公府的人，她要是一辈子不嫁，待在英国公府，还不知道百姓们会怎么说她。说就说，我们英国公府还怕不成？你就……陈瑜确实到了说亲的年龄，应该好好相看。英国公府会将她当女儿出嫁，准备嫁妆。祖母不是将你赶出去，2房3房年龄到了的姑娘都嫁了。祖母希望你也有一个好的归宿，明白吗？祖母，我愿意嫁，但能不能等我寻到心仪的人？就像云溪姐姐说的，没感情的2人没必要凑一起。我不想将就过一辈子。不行，3个月内你要嫁出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懂了，是你想将陈瑜赶出去，你为什么不能接纳他？回来的第一天就针对他。我要是不能接纳他，回英国公府的第一天就会让他离开。倒是我一回来，你没有给过我好脸色，偏心也要有个度。你闭嘴！云溪回来后，你确实没给过他好脸色，更没说过一句关心他的话。你怎么回事？我知道陈瑜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，感情不一般，但云溪是我们的女儿，你最起码应该做到一视同仁。母亲，如果祖母说的是真的，那你确实有些过分。父亲，大哥，都是陈瑜的错。3个月内我会找到合适的人嫁过去。我不想你们因为我吵架。陈瑜，你……母亲，我确实到了成亲的年龄，而且我不是英国公府的血脉，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里。我愿意嫁人。老爷，京兆尹府来了人，说是找3姑娘。找我的，让她进来。你在外面做了什么？竟然让京兆尹府的人上门来找你？什么事？等京兆尹府的人来了，自会知道。你为什么对云溪那么大恶意？觉得是她在外面做了坏事？爹爹说得好。见过老夫人，英国公。曲大人来是什么事？江姑娘到京兆尹府敲鸣冤谷，说10年到文信侯害死了他的正室夫人，但我们去了文信侯府调查，没有发现任何证据。陆侯爷说江姑娘冤枉他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刚回来就去文信侯府闹事，10年前你不知道在哪里，你怎么知道是文信侯害死了他的夫人？云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云溪，这是真的。祖母，正因为是真的，我才会去京兆尹府敲鸣冤谷。这事儿我不知道就算了，如今知道这么大的冤情，我不可能不管。祖母支持你查。这么大的冤情确实该查。我支持查。我也支持查。你们怎么可以听他片面之词？
鬼魂诉说冤情，这种事能信吗？文信侯府还有个宫里的娘娘。母亲，云溪姐姐肯定能查清楚，我们要支持她查。要是京兆尹府没有时间查，那就我来查，只希望到时候京兆尹府不要偏袒就行。江姑娘，这是什么话？京兆尹府向来公正严明，如此就好。你如今回来了，挑个好日子，把云溪的名字加到族谱上。我看今天就是个好日子，把2房3房叫去祠堂，我亲自加名，不需要弄太复杂的仪式。云溪姐姐的名字加上了，那陈瑜姐姐的名字呢？她不是英国公府的血脉。大哥，这是英国公府的族谱，上面只能记录江家血脉的人名字。没错，陈瑜他既然没有江的血脉，应该将他的名字去掉，否则不就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？陈瑜好歹在英国公府生活了22年，你们是不是太无情了？大嫂，英国公府养他22年，并没有亏待他，也不欠他的。按理说，他知道了自己不是英国公府的人，应该回去他自己家。大嫂，二嫂说的没错，我们也不是无情的人。按理说，孩子弄错，确实该换回来，各回各家。爹爹，将我的名字从族谱上划掉。这么多年，感谢英国公府养育我，我明天就搬出去。我不同意，你一个人搬去哪里呀？陈瑜暂时留在英国公府，在陈瑜没找到家人前，先让他待在江家。想找他的家人估计很难，当初是有人故意将我跟他调换的，然后把我扔了。会不会是他的父母？不确定。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：22年有人对英国公府做了手脚，才会导致家里男子都没娶妻，嫁出去的女儿都没法怀孕。对方是想让英国公府断子绝孙，彻底消失。云溪，你的2个堂妹出嫁几年了，确实一直怀不上孩子，你能不能帮帮他们？得先找到对方在英国公府具体做了什么手脚，一切才会恢复正常。但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具体是什么东西。你有没有厉害的师兄们，又或者你的师傅，可以请他们来看看？不需要，我不能确定是什么，他们也确定不了。母亲，大哥，要不我们去请其他能人看看？那些数1数2的道观，绝对有厉害的大师。对啊，京城有厉害的大师马芷，可以先请来看看。他们也看不出来的。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才22岁就这么目中无人，不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吗？你们可以去找大师来看，我不会阻拦。云溪姐姐，其他大师真的看不出来吗？是。我看还是找大师先来看看，要是都看不出，我们也好再想其他办法。你们想找就找，大家都散了吧。云溪啊，祖母不是不信你。祖母，我懂你意思，我这边会想办法尽快看出对方做了什么手脚。这是你最喜欢的东坡肉，母亲说你前些天病了，多吃一些补补身体。谢谢大哥。一家人说什么谢话，快吃。云溪，你看看什么时候带着默默和绵绵回来英国公府住几天？过几天就回来。默默绵绵还想拿你的大红包呢。哈哈哈，这是必须的。哈哈哈哈。爹爹、大哥、二哥，我走了。对了，文信侯府虽然只是侯府，但到底是100年世家，宫里还有位娘娘，你注意安全，需要帮忙尽管跟我们说。我还真的有需要帮忙的。你快说。我要你们将文信侯府的事闹大，弄得京城人尽皆知。这事儿交给你二哥，他在外面狐朋狗友多，让他去办，完全没问题。大哥，你这是摸黑我！嘿嘿嘿，行了行了，我的朋友确实鱼龙混杂，散播这个消息交给我，我保证办好。多谢二哥，不过二哥最近注意一点，千万不要干涉别人做决定，否则会办坏事。我记住了。云溪，就散播这件事，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我出手的？不查证据吗？10年过去，证据早没了，鬼魂没法出来当着世人的面说话当证据，但活人可以。我们耐心等几天就好。娘娘亲。韩王，要不要算命？本王不算。
你就不能假装算一下，成为我这个小摊的第一个客户？百姓们看到你来这里算命，肯定会纷纷过来找我算命。本王不做虚假宣传。富贵人家都找你算命，你肯定看得准。我要算命。好嘞，你要算什么？爹爹，让他先算。大师，我想问问，我什么时候有孙子啊？你不会有孙子。你的意思是接下来还是孙女？不是孙女，而是你孙女也没了，因为你儿子的命根子不行了。怎么可能？我看你就是胡说八道。那个韩王他不是有引进不行，不也有一对龙凤胎？你到底会不会算命啊？你是在笑话我吗？你再敢笑，我掀了你的摊子！我有没有胡说八道？你可以回去问问你的儿子。想要孙子，还不如好好培养自己的3个孙女，将来招个上门女婿，还能让你家传承下去。我会问清楚。记得让你儿子说实话，否则到时候生的就不是你家的孩子。算命不给钱，必定倒大霉。今天给我1个铜板，要是我算对了，记得来补齐10个铜板。你确定你不是在忽悠他？不是。你怎么会知道的那么清楚？想知道？不告诉你。明天跟你们爹爹继续去军营，一定要好好锻炼变强，将来保护娘亲哦。好的。孩子还这么小，竟然就给他们这么重的责任，他这是当娘的吗？这些年你们母子3人是怎么过的？我当娘又当爹，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，我手忙脚乱，晚上要随时起夜照看他们，白天洗衣做饭还要赚钱，等他们定能跑能说话的时候，我要教他们锻炼身体。总之有操不完的心，好在默默绵绵乖巧懂事。爹爹，娘亲照顾我和妹妹很辛苦，你要对娘亲好一些，要不是娘亲，你就看不到帅气的我和漂亮的妹妹。爹爹，娘亲很伟大，也很不容易，你要和我们一起保护娘亲哦。不愧是我暖心的小超人和贴心的小棉袄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我辛苦了5年，接下来的5年，你多照顾孩子些。好。上面记录着京城所有的枯井位置，效率真快。江姑娘，主子调动了很多人同时去查的。谢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一个个枯井去查？爹爹，娘亲一个人危险，你陪她一起吧。爹爹，娘亲这么漂亮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他们就是瞎操心。本王陪你一起去。这件事已经到了京兆人府，本王应该管。紧接着去看第2个、第3个，直到看了第7个，也都不是我要找的枯井。虽然我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我总感觉有视线在看我们。放心，没有杀手。本王不是看杀手。那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想不想看看魏启开阴阳眼？本王不想看，快给本王关了！关不了，7天后你就会看不到了。我要看7天，我看他是故意的。真的关不了，王爷这7天就当是长长见识，毕竟其他人想看，我还不会让他看。本王有个主意，或许可以更快找到枯井。什么主意？要是成功了，我给你一个奖励。这次我想破例帮他算一下。王祖父，他们不带你们进宫，我只能自己来。这些天非常想念乖孙孙。小世子、小郡主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太上皇给你们带的东西。父皇怎么出宫了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不希望姑来你的王府？哼，姑又不是来看你的。想太多对身体不好。听闻你去京兆尹府敲了鸣冤鼓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昨晚我和战北岩回到王府后，将谢思门的魂魄放了出来。文信侯府以前也是风光无限，
祖上人品都不错，怎么就出了个这样的后代？你们好好查，将真相公之于众，会让文信侯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当年文信侯府是因为府里入不敷出才会娶谢思柔这个商户女，最后她却成了最惨的。文信侯府对不起谢思柔，享受了10年富贵的生活，是时候还债了。你这么正义，倒是有些你祖父的样子。我确实跟我祖父一样，我祖父现在在地府也很正义。你说什么？太上华近期需要注意些，否则会受伤。受伤就受伤，反正姑还能活5年，姑不怕。唉，你老看得真开，心态牛逼，不愧是太上华。老爷，这个江云溪实在是太可恶了，看他的样子是非要跟我们侯府作对。还以为屈大人来查不到什么后，江云溪会放弃，哪知道他不仅没放弃，还将韩王殿下拉了进来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想找谢家人被镇压的魂魄。哼，没有证据，我不给他们带路，他们找不到那处地方的。这个江云溪着实该死，看他的样子是不会罢休，他一直这样闹，对文信侯府也不好。老爷，丽妃娘娘派徐嬷嬷来府里了。徐嬷嬷，丽妃娘娘怎么派你来了？侯爷，娘娘说让你赶紧将府里的事解决，莫要让外面的闲言碎语影响了侯府的名声，甚至影响五皇子。你先出去，丽妃娘娘有话要单独跟侯爷说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杀了江云溪。老爷，他确实该死，一切都是他惹出来的。他死了，自然不会有人再关注这世事。江云溪不死，这件事还会继续发酵。外祖父，乖孩子儿，拿着，这是外祖父给你们的红包。谢谢外祖父。默默、绵绵，这是大舅舅给你们的。接下来几天，我跟孩子住在英国公府，过些天再带他们回王府。昨晚文信侯府没动作，会不会魂魄根本不在我们要找的这些枯井里？你说对了，这是障眼法，等着吧，不出3天，文信侯府要倒大霉了。找枯井不过是我用来迷惑他的手段罢了。你有其他计划？是什么？你伸出手，我帮你看看手相。3天后本王自会知道。言下之意，你别想摸本王的手。你去忙你的，我要去摆摊算命了。你的人统计的枯井不会错，但难免有些人在家里偷偷挖了井，这些是他们统计不到的。你很缺钱？不缺，算命对我来说是行善。韩王殿下，林微微有事，以后可以不用打招呼。王爷，我们要这么生疏吗？那晚我们差点拜堂了。我们本就不熟，那天我们成亲，不过就是王府多养一个女人。你们继续聊，我先走了。本王跟你一起走。我要去摆摊，不顺路。本王说顺路就顺路。江姑娘，我们能聊聊吗？你不需要跟他聊，取消成亲跟他无关，是本王做的决定。如果他不出现，我们就会成亲。我们成亲本就是假的，只是交易，你不是事先早就知道？那天我带孩子来找韩王是凑巧，并不是要故意破坏你们，这是你们的命，有时候命就是如此。我不信命，肯定是你故意来破坏的。总有一天你会信命的。你要怨就怨本王，本王在这里奉劝你一句，不要做伤害江云溪的事，否则本王绝对不会轻饶。王爷，我到了，王爷去忙自己的事吧。这些天你注意些，有些人说不定会狗急跳墙。他们敢来，我就敢揍。大师，你能不能救救我儿子，让他的命根子恢复正常？今天我在外面干农活，儿子竟然把别的男人带回家，企图染指儿媳，幸亏我用锄头砸门赶走奸夫。他这辈子注定没有儿子，你的大孙女不错，可以招个上门女婿，将来他的儿子里会出贡氏。真的吗？这是10个铜板，9个就行。上次给了1个，多的我不要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，记得多多积德行善。我会谨记在心，也会让家人都积庭善，做个好人。算命很准，只要10个铜钱，还真算得准。我也算准。不确定，想算命的来这里就行。附近有茶楼，你们可以去那些地方坐着等。
狗急跳墙的来了。江姑娘，我感觉到了异样的气息，你小心些。不怕，看来这个文信侯府很不简单，派的不是杀手，而是那玩意儿。当初第一次见他时，没想到他温和的外表下是一颗狠毒的心。一个小道观的道士不应该多管闲事。一个小小鬼将也敢来你姑奶奶面前放肆，既然你自寻死路，就怪不得我了。雕虫小技。结束了。你这个该死的！借着别人的躯体活了这么久，该灰飞烟灭了。看来文信侯府认识很厉害的玄门中人。三姑娘回来了，老夫人他们在膳厅等你回来吃晚饭。原来这就是家的温暖。娘亲，祖母，以后吃饭的时间我没回来，你们先吃，不用等我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怎么在街上摆摊算命？你是英国公府的嫡长女，怎么能做那种事？是我同意的，你有什么意见冲我来。女儿刚回来，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算命不是丢脸的事儿，可以帮人逢凶化吉。母亲，云溪姐姐是做善事，我们不用管别人怎么说。你们找人来家里看过没？请了人来看，说看不出什么。你们可以继续找更厉害的人，不过还是会看不出来的。三妹妹，二哥有事。幸好那天你提醒了我，否则我就让朋友收下了一件高价赝品。没事就好，记住，说话别不经大脑就随便说，免得惹上口实是非。英国公府被做了恶毒的手脚，我身为江家的女儿，不可能看着满门忠烈的江家彻底消失。我果真是快死的人，难得破例用一次禁术，居然虚弱成这样。灭绝杀阵，这是禁术里最凶残的10大阵法之一。云溪，大哥，我没事，让我坐坐。云溪，你怎么吐血了？你这个状态看着非常的不好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大哥，瞧你紧张的，我没事。你这个样子不像是没事，你好不容易回家，我希望你好好的。以前的美事我都是孤家寡人，唯独这一世我有点不想死了。大哥放心，我真的没事。那刚刚还记得我说的英国公府被人做了手脚的事吗？记得。我刚刚破例窥探了下，英国公府被人布了个灭绝阵法，江家所有人的命都被阵法束缚着，你们这一代都不会再有后代，我会有孩子是个例外，大概是韩王的命格特殊。王爷怎么来了？不是来找你的，本王是来看默默绵绵的。默默绵绵呢？他们去厨房了，让那边准备早饭送到这里来。本王等会儿要去军营，要是默默绵绵在英国公府没什么事，本王想带他们去军营。好，不过你要派人看着他们，免得有人伤害他们。有本王在，谁敢伤他们？会有人对他们不利。谁？知道是谁做的吗？不知道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方是玄门中人，而且还很厉害。也不知道有多大的恩怨，竟然要让英国公府灭绝。为什么你能怀孕生子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把你的手伸出来，我给你看看手账就会知道为什么了。本王不需要看手账，免费帮你看。不需要。如果我非要帮你看呢？江云溪，请自重。我就是帮你看看手相，又不会对你怎样，你那么防备做什么？
本王不喜欢任何女人的触碰，看手相也不行。哥哥，你说爹爹娘亲他们会好好相处吗？不怕，只要我们多多给他们创造机会，他们肯定会看对眼。没错，有我们呢。默默、绵绵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你们娘亲呢？娘亲不知道起来了没？爹爹在院子里守着她，你有事儿吗？我还没送你们东西，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，我给你们买。不需要，妹妹，我们走。我是真心想给你们买东西。你要是真心想给我们买东西，我们回来英国公府这么多天，你之前为什么不给我们买？虚伪。你不惊讶？本王知道鬼奴的存在，养这种玩意儿的人自己会遭到反噬，但心术不正的人依然会冒险。腾龙国是禁止养这些的，没想到文信侯府会养。云溪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见过韩王殿下。大哥，我没事了。你被那些怪东西伤了。我将那名鬼奴灰飞烟了，身体不适是因为昨晚我用禁术窥探了英国公府，休息一晚早好了。鬼奴是怎么回事？以后这么危险的事，你千万不要一个人行动，可以回来找我们。找你们？你们能灭鬼奴？祖母，你好好想想，20几年前有没有什么懂风水的人来府里待过？你祖父说，英国公府列宗列祖都是忠烈，他们的阴魂会保护江家，所以从来没请过风水大师来家里特意弄过。那有没有其他特别的人来府里住过？我想想。祖母，你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想，到时候把20多年前来府里住过的人名字写下给我就行，特别是我出生前后那段时间来府里住过的人。对了，英国公府就我们这一脉吗？你祖父有个弟弟，他们早搬出了京城，他们也受这个灭绝杀阵影响。祖母可以将这位叔祖父请来京城，然后将灭绝杀阵告诉他。我立刻派人送信，请他来京城。好，我要出去算命了。出来吧。三妹妹，跟着我做什么？你这是去哪里？摆摊算命。我也去。你去做什么？你一个小姑娘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我在你旁边站着，绝对不会打扰你，顺便长长见识。你带我去好不好？行吧。太好了。江姑娘怎么来了？我是来送侯爷一句忠告的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多谢江姑娘的提醒。那名鬼奴我让他灰飞烟灭了，奉劝侯爷不要再派鬼奴来杀我，来一个我会灭一个，来2个我会灭1双。江姑娘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什么鬼奴？话我已经送到，走了。哼，别欺负我妹妹，虽然我没本事，但我妹妹厉害着。哼。三妹妹，鬼奴是什么？厉害吗？反正就是那种不人不鬼的坏东西，夺舍生人，祭魂夺体，厉害得很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不是他们想夺舍就能夺舍，需要有人牺牲一下自己才能将他们培养成鬼奴。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，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会走旁门左道，损人害己。还好，否则真要天下大乱了。江姑娘，等我帮这位顾客算完，就跟你们去京兆府衙。你们想干嘛？休想带走我妹妹！这不是官差来找他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哼，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是这样的，江姑娘告文信侯府有新进展了，曲大人请江姑娘过去一趟。二哥，麻烦你现在骑马去军营找韩王，带他去京兆府衙。好。母亲，
云溪姐姐在忙着给顾客算命，才会没跟你打招呼，你别放在心上。你别帮他说话，打招呼没时间，安排你二哥挺有时间的。母亲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云溪姐姐好好聊聊，都怪我，要不是她回来那天闹出误会，你们之间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哪是你的错，是他心胸狭窄。别说他了，我带你去参加一个茶话会，都是京城的名门望族，你看看这些家族里有没有适合你的。母亲对我真好，为我的事这么操心，谢谢母亲。不管将来是否找到我的亲生父母，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母亲。哈哈，江姑娘，你来了。不知道屈大人找我过来是？他是文信侯府的大公子陆之礼，说他有线索提供，我想着应该请你过来。陆公子，你来了。江姑娘，啊，你们认识？见过一面。既然江姑娘来了，陆公子，你说的线索……等等，韩王殿下马上到。你决定好了吗？决定好了。你很好。屈大人，派人去将文信侯请过来。韩王殿下，英国公。陆侯爷，江云溪状告你的事，现在有了新的进展。臣听闻有证人，证人是……陆之礼是我找来的证人，10年前他在案发的地方。陆之礼，你确定你在案发的地方？是，10年前我在那里。之礼，你在说什么？10年前你才6岁，你确定你没有记错？10年前，我父亲跟母亲在湖边起了争执，拉扯间，母亲不小心掉进了湖里。刚开始，父亲想救，但最终他没救。等母亲沉下去后，他弄掉2人的脚印，才去叫人。小母亲对我很好，6岁的我还小，事情发生时我是懵的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切都迟了。父亲带了一个女人回来，说要娶她续席。姚氏进门后，父亲告诉我，她是我的亲生母亲。直到那天晚上，江云溪来找我，我看到了已经死去10年的母亲魂魄。之礼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污蔑自己的父亲？父亲，错了就是错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很痛苦。我之所以搬去书院住，是因为我不想面对你们。屈大人，我说的全部都是事实，是我父亲眼睁睁地看着我母亲沉水，也不叫人救。屈大人，他胡说八道，他肯定是看错了，肯定是受这个女人教唆。他那时才6岁，他能说谎吗？你放屁！我女儿光明磊落，才不会做那种事。他刚回英国公府，你又怎么知道他的为人？他是江家人，江家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不像有些人表面斯文儒雅，实则狼心狗肺，畜生不如。你，来人！将陆侯爷暂时收押进牢房。屈大人，我怀疑有人对我儿子用了妖术，才会让他乱说话，这无法认定我是凶手。既然陆侯爷不承认，可以请厉害的大师来看看。姐，你去宫里请国师的首席弟子过来。是。陆侯爷，好好想想，待会儿要怎么认罪。之礼，你到底怎么了？10年前你要是看到了，当时为什么不说？这样隐瞒是犯大罪，会影响你考取功名。出了这样的事，你觉得我还好意思去参加科考？这一刻我只想作证，还母亲一个公道，还谢家一个公道，这是我欠他们。你这个逆子！哟，这是恼羞成怒了。当年将外室生的孩子抱回来给郑氏养，看着郑氏死，立刻娶外室续席，你真丢文信侯府的脸。韩王，江姑娘，柳公子，你看看他有没有中邪术？他是正常人，并没有中邪术。陆侯爷，你还想说什么？不是的，他在说谎，我没做，他在污蔑我。来人，将陆侯爷押进。等等，谢家人的魂魄被你镇压在哪里？你找不到的，你找不到的！看样子你承认自己害死了谢家的人，还将他们的魂魄镇压了起来。屈大人，是他动手在先，我是出于自保才会攻击他。你没有错。你可以不说，但你死后会跟他们一样被镇压在漆黑不见光的地方，永远没有机会去投胎。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认罪，再好好想想自己死后魂魄要不要被永远镇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
到底是谁指使你来针对我的？我喜欢打抱不平，主持正义。哦，不要想着丽妃救你，她不可能为了你不顾五皇子的名声。还有你陆家的那位老祖，想救你先打赢我再说。老祖的存在乃机密，他竟然全知道。曲大人，后续的事怎么处理，你知道怎么做吧？臣知道。其实那晚见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因为你跟你父亲不一样，心底是有良知的。我有罪，要是能早些说，真相就不会等到10年后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会离开文信侯府，出去游历一番，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回来。也好，你还年轻，多出去走走看看，可以更好增长见识。谢谢。柳公子，特别血誓麻烦你走了一趟，能帮上忙就好，江姑娘大意。柳公子真是一表人才，请问你娶媳妇了吗？还未。你看看云溪怎样？虽然她有2个孩子，但那是意外，以后有韩王殿下养，不会影响你们生活。曲大人，福田坊又失踪了一名姑娘。什么？又失踪了一个姑娘？这已经是失踪的第5个了，前4个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。怎么回事？韩王殿下，每个月福田坊都失踪了一个姑娘，臣一直有派人在查，但丝毫没有线索，哪知道9月又失踪了一个。福田坊是什么地方？收集孤儿的地方。曲大人，4个多月，你们都没查到失踪的姑娘下落？英国公，我也想查，但福田巷以及周边都仔细查问了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前4个是什么辰失踪的？是多大的小姑娘？几乎都是白天，最开始是个6岁的，然后7岁的，今天这次说是个8岁的姑娘。我想帮着查这件事，曲大人不会阻止吧？江姑娘愿意帮忙，当然可以。女儿，爹帮着你一起查。得抓紧时间查，马上就是10月，不早些找出凶手，恐怕会有下一个失踪的小姑娘。看样子小姑娘都是被抓走的，年龄似乎有规律，下一个会不会是11岁的姑娘？福田坊有这个年龄的小姑娘，要特意看好。你说的对，说不定对方会改变策略，来个出其不意。你说的也对，那就争取在他下一次行动前将他抓住，让他没机会动手。从现在开始，福田坊的每个孩子都应该好好保护。曲大人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臣会立刻安排人在福田坊4周日夜巡逻，坚决不让歹人再作案。江姑娘，我跟你一起查这件事。柳公子代替国师居皇宫，还是待在宫里比较好。福田想孤儿失踪的事，本王会负责查清楚，不劳你操心。身为国师的弟子，守护腾龙国，如今京城出了孤儿被掳这样的大事，我应该帮忙。韩王，人多力量大，还是让柳公子帮着一起查，说不定可以更快抓到凶手。爹爹说的对，就一起查。默默和绵绵呢？他们在军营，本王安排了亲随看着，也叮嘱了他们不要乱跑。晚些本王去接他们。晚些我跟你一起去，先去福田坊看看。不知道柳公子今年多大？25。那到了成亲的年龄，你觉得我家云溪怎样？虽然我的女儿刚回来京城，我跟她还不熟，但她肯定是个很好的姑娘。不过你如果愿意娶云溪，那也得1年后才能拜堂成婚。她刚回来，得跟家人好好处处，更好你们也相处相处，看合不合适。我确实欣赏江姑娘，她很有正义。那你们……英国公，找女婿不是这样找的。江云溪跟柳公子才见2次。韩王觉得我应该怎么找女婿？刚认识不应该撮合，应该先了解对方的人品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合适，毕竟是要过一辈子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从今天起我就好好了解柳公子的人品，云溪也可以跟柳公子相处相处，万一2人合得来，就是一段美好的姻缘。柳公子，我还不想嫁人，你别听我爹胡说八道。你愿意认我这个朋友吗？好啊。云溪，爹才没有胡说八道。爹爹，我暂时不会嫁人，就像你说的，1年后再说。好，好，好，听你的，你怎么开心怎么来，到时候一定要给我找个好女婿。没问题。他这是拒绝了柳明白，带我们去见福田坊的坊主。是。韩王殿下，那位教孩子们种花的董事是福田坊的坊主，这里他是主管事，管理福田坊的一切。民妇见过韩王殿下。本王听闻你们这里又失踪了一个孩子，
是今天什么时候失踪的？昨天快傍晚时失踪的。今早我们报了官，民妇恳请韩王帮忙找孩子的下落。是在福田坊失踪的。昨天下午，2名婆婆带了些孩子们去碧螺山采摘，等准备回的时候，才发现少了一个孩子。以前的4个孩子是怎么失踪的？一个是白天在街上，一个是我们去庄子做活时，一个在福田坊附近玩耍时，一个是中秋那晚去放花灯不见的。当时找不到后，我们立刻报了官。韩王殿下，董事报官后，我们将他们昨天采摘的地方附近都找了，并没有发现孩子任何踪迹。你们去张贴孩子的画像悬赏，5个孩子的画像都贴上。有人提供消息给丰厚的奖赏，钱本王出。你将5个孩子的画像给京兆运府的官差。民妇现在安排夫子将孩子们的画像画出来，你们稍等。姑娘，这里是厨房，外人还是别进来。我是京兆府来查孩子失踪案的。姑娘，祝颂这孩子10岁了，乖巧懂事又努力，你一定要找到他呀！其他4个丫头也不知道。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尽全力找。你在厨房做什么？聊天。朝廷会对福田坊拨款吗？不管是福田坊，还有其他救济孤儿老人的地方，朝廷都有合理拨款，保证这些地方的正常生活。我以为这些地方的伙食会比较差，但我刚刚发现孩子吃得很好，比普通百姓好一些。会有一些心善的人捐款，加上长大的孩子出去后，他们有了能力都会尽力帮忙，自然也就生活越来越好。说的也是。让官差拿回去京兆尹府，让那里的画师照着多画一些画像，张贴到京城比较显眼的一些地方。是。知礼，你怎么能指证你的父亲？他是你的父亲啊！我只是说出实情，这件事憋在我心里太久了。他是生你养你的父亲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你。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做这么狠毒的事？外人？谢氏是我的母亲，一直都是，是你们害死了她。他只是养了你6年，我们养了你10年，我们才是你的父母。就算只养了6年，她也是我的母亲。母亲，你来了。祖母，李，祖母知道你心里有正义，但那个人是你的父亲。你现在去京兆信府说明是有人指使你那样说的，还能救你的父亲。祖母，请恕孙儿不孝，孙儿不能去做那样的事。从今天起，孙儿会离开文信侯府。这么多年，多谢侯府的照顾。你，将来孙儿会还侯府的养育之恩。祖母保重。知礼，你回来，你快回来！你闭嘴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这是我们爹爹的院子，我们当然可以进来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在我们爹爹院子？你们是穆父显的儿子女儿？错，我们爹爹是韩王。胡说八道！韩王殿下有隐疾，你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孩子？小小年纪就撒谎啊！来人，将他们抓起来！林姑娘，怎么了？小世子、小郡主，你们回来了。林姑娘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们是韩王殿下的孩子，他叫默默，他叫绵绵。萧叔，你叫他们什么？韩王怎么会有孩子？他不是有隐疾？这事儿说来话长，但说起来又简单。6年前，韩王在牛栏村养伤，跟江姑娘意外待了1晚，然后就有了默默绵绵。林姑娘，你不也是牛栏村的？说不定你跟小世子、小郡主娘亲认识啊。他们娘亲叫什么名字？江云溪，英国公府刚认回的嫡长女。你认识我们娘亲？很可能认识，说不定我们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王爷，你来了。本王来接默默绵绵，他们在你那里。哦，林姑娘回来了，说她可能认识小世子、小郡主的娘亲。本王差点忘记了，你说6年前我们是在牛栏村有了那1晚。
莲姑娘是牛栏村的人，你们应该认识。当年本王在牛栏村的灵村一家里养伤，莲姑娘是她的女儿，她懂医术。本王为了报恩，让她来营里当救护人员。你们待会儿看看认不认识？怎么，碰到同乡的人，无不激动？激动个鬼！我才不激动！活了几世，已经是根老油条。就算那个林姑娘怀疑又怎样？她不是现场的证人，战北渊又不记得那晚的事，还不是我说了算？一个不相干的人有什么好激动的？又不是我的好友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这么帅。他是谁？爹爹，娘亲，你们在画什么？娘亲，我在画你和爹爹哦，你看我画的好不好？嘿嘿。画的不错，下次别画了，画其他的。江姑娘，听萧叔说你是牛栏村的人，不知道你以前是哪户人家的？我觉得我们肯定见过。村委的杨家。听韩王说你是林村一的女儿，你父母叫什么名字？我记得那里有好几户姓杨的，杨雄、徐莲花。是你！6年前你到杜家去结婚，那晚跑了，你为什么要跑？你父母收了杜家的彩礼。首先，我不是心甘情愿的；其次，那杜大郎昏迷不醒，没法洞房，我为什么不跑？怎么会？这种丑事，杜家怎么可能承认？那也不能任由你说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编的？信不信随你。听萧叔说，你是6年前跟韩王意外有一晚才会有的孩子，是不是你离开杜家的那晚？是，韩王那晚因为药性痛苦的没法反抗，他不可能欺负你，肯定是你染指了韩王。你亲眼看到我染指韩王了？我没看到。既然没看到，你怎么能那么坚定竟说是我染指了韩王？韩王当时因为药性痛苦，他不可能去染指你。默默绵绵，你们去院子里玩会儿。当时我跑到后山，发现你难受的蜷缩在地上，便上前关心你。谁知道你一把抓住我的手，非常用力，我想抽出手，怎么也抽不出，我只能用力推你。谁知道你突然将我拉到怀里，紧紧抱住。我哪里抵挡得了你的蛮力，最后就……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？确定。当时本王很痛苦，本王不觉得自己那时候会对一个女人有那种想法。你问我问谁？我哪知道你会突然兽性大发？随便你们信不信，反正事实就是这样。后来你知道自己做了坏事，将带着的玉佩给我。出了那样的事，我只想赶紧离开牛栏村。你先出去。好。韩王，我总感觉他在说谎。那晚他一个人是怎么逃出杜家的？杜家没分家，有不少的人。本王会派人去杜家好好查查，顺便问问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没错，可以去杜家问问。我有一种直觉，总觉得是他还对你做了什么，才会导致你忘记那晚的事。有方法能让人暂时忘记事？我从小跟着爹爹学医，虽然我不会这种，但听闻有这种手段。这件事本王会查清楚，你去忙你的。有需要的地方随时找我。江姑娘不打算回牛栏村看看杨家夫妇吗？不管怎样，他们始终是将你养大的养父母。当年他们将我一脉，不就抵了养我的恩情？更何况我从小到大一直干活，也能抵不少的。没想到江姑娘这么无情，当年你一走将烂摊子丢给了杨氏夫妻，就算那晚杜家欺负你，你完全可以回去跟杨家说，或者跟村民们说。林姑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杨氏夫妻没将我当女儿，我回去说，他们只会将我送给杜家，跟村民们说，大家会信吗？闹去杜家，说不定我还会被倒打一耙。你的养父母过得很不好。哦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营里有事就忙，我带孩子们回去。一起回。韩王殿下，太上皇受伤了，你快进宫去看看吧。皇叔，你来了！皇祖父摔得很严重，一直昏迷不醒。
热脸贴冷屁股，我喜欢，我乐意，关你屁事。哼！臣弟见过皇上。臣女见过皇上。江姑娘，你懂医术，上次治好了太上皇，你先赶紧给他看看。太上皇是因为头部受了撞击才会导致昏迷，我给太上皇施针，他很快会醒。你们出去等。撤。父皇，皇祖父怎么样了？江云熙在治，他说很快会醒。那就好。没想到江云熙挺有本事的。清虚观是什么地方？从来没听说过。不管清虚观是什么地方，只要江姑娘有本事就好。文信侯府的事情快结了，陆之乐站出来指证了陆侯爷，陆侯爷也承认自己镇压了谢家几人的魂魄。丽妃不会因为文信侯府的事针对江云熙吧？规矩面前人人平等，文信侯作孽就该承担应有的惩罚，臣妾又怎么会是非不分去针对江姑娘？如此就好。今天辛苦江姑娘了。不辛苦，给报酬就行。这是肯定的。皇祖父，你醒啦！皇祖姑，你别怕，娘亲将你治好了。姑错了，姑应该听你的。从观景阁摔下时，姑差点见到了阎王爷。没事儿，这次就当是积攒经验，以后就不会犯了。你说的对，以后还是得听你的。人老了得服啊。等等，姑不会被摔瘫了吧？不会瘫，好在是半路摔下去的，要是从最上面摔下去就会瘫。那就好。不过最近10天半个月，你得好好躺着养伤，切莫。姑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你治好了太上皇，想要什么奖励？臣女想请皇上出面，让文信侯说出镇压谢家魂魄的地方。他要是不愿意说，就将文信侯府抄家流放，甚至将五皇子贬去边关。好，朕答应你。多谢哦，臣女没有针对丽妃和五皇子的意思，只是借用他们威胁一下文信侯。丽妃和五皇子心胸宽阔，他们不会计较的。那就好，江姑娘，要是能帮忙迅速解决文信侯府的案子，臣妾会全力配合。既然丽妃娘娘这样说，那就麻烦你去京兆尹府走一趟，问出谢家人魂魄被镇压的地方。好。以前我家这里没有枯井，是陆泽安重新挖的。你去袋子里，枯井里有阵法，我要破开，你家人的魂魄才能出来。麻烦你了，你注意安全。东南西北四方。谢剑相顾，我要下去，你在上面等着。本王跟你一起去。你下去帮不了忙。你怎么就知道本王帮不了？行，一起去。这个拿着。能点火渣子吗？不能。你站我身后去。你上去，现在立刻马上。来不及了。带上。你给了我，那你自己呢？赶紧带上！我要去解决他们，否则我们今天都别想离开。想想梦梦绵绵，他们不能没有我们。是我的家人，是我的家人，我感应得到。他们已经被炼化成了，永远没机会投胎了。你说什么？他
他们攻击了，我只能灭了他们，否则被有心人利用，他们会伤害无辜的百姓。小心身后！站着别动。你需要帮忙？不需要。齐秀将受尽刺人之劫，天黑黑武器。这是紫微星神光。是他，就是他，紫云星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看你有没有受伤呢？还好，没事。江姑娘，能不能让我见见我的家人？我想见他们一面。他们没了意识，认不出你，而且你出来会被这里的力量攻击。我还是想见见他们。爹娘，大哥大嫂二哥，我是思柔啊！我是夏思柔，爹。陆子安入狱了，他会受到游泳惩罚，我可以跟你们团聚了。你做什么？让他跟家人见最后一面。他竟然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魂魄这般自残。爹娘，大哥大嫂二哥，我的血让他们撑不了太久，抓紧时间说话。谢谢。妹妹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妹，陆子安还是没放过你吗？思柔，快走，我们失去意识就会攻击你。江姑娘帮了我，陆之礼站出来指证了陆泽安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傻孩子，不是你的错，是陆泽安的错。思柔，你快去投胎，陆泽安不会有好下场，我们也安心了。江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。真的什么代价都愿意。如果我魂飞魄散，可以换他们去投胎，我愿意。好，那就用你换他们。谢家人命数不该绝，我不过是拨乱反正罢了。你的手需要包扎。爹娘，大哥大嫂二哥，去投胎吧。爹娘，大哥大嫂二哥，你们快去投胎，下辈子你们一定会幸福，记得多多爱自己。你和他们一起去投胎。我也能投胎，我不是要付出代价吗？考验一下你。江姑娘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那就祝你和韩勇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。虽然我跟韩王有了孩子，但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乱点鸳鸯不好，重新换个祝福。那就祝江姑娘所想所求都能如愿，往后余生平安顺遂，吉祥如意。我收下了。江姑娘，要是你再见到知礼，帮我跟他说一声谢谢。虽然你能去投胎，但那晚你差点害人，到了地府后你会受该受的惩罚。我愿意受惩罚。对了，我祖父在地府，
他叫江林元，是个小小的管理。你要是有机会碰到他，帮我跟他问好，说我回来英国公府跟家人团聚了，一定帮你带到。你们去吧，我们该走了。你的双手能抓绳子？无碍，你先上去。哼。你没事吧？有事。上来，本王背你回去。谢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他破阵的时候划破2只手心，流了不少血。英国公明天给他安排一些补血的餐食。韩王，要不你把云溪带回府照顾一下？云溪跟他母亲关系不好，我怕府里会照顾不好他。爹爹和大哥放心去营里，我去韩王府休养几天。本王什么时候答应了？我去给你准备马车，等着啊。路过的风景一直在进行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你跑到本王床边做什么？睡不着。你睡不着就来打扰本王。王府我就跟你熟啊，只能来找你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奇怪？你是说今晚本王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？你以前有没有这样过？没有。想必你以前也没碰到过邪修，应该是他们的攻击让你觉醒了体内沉睡的力量，这是带着浩然正气的力量。我希望你彻底觉醒，拥有它。为什么？不是每个玄门宗人都是正义的，比如帮文信侯的老祖，还有在英国公府做手脚的人，这些人都带着邪念，做尽坏事，需要你体内的浩然正气之力来对付他们。今晚看到江云溪做的事确实震撼，若有此力量，便能匡扶正义。你是战神，肯定不会怕的。等下次遇到厉害的邪修，你去跟他们打架，这样就能彻底觉醒你体内的浩然正气之力。可以。你睡吧。你不走？等你睡了，我就走。你在这里让本王怎么睡？这女人眼睛太亮了，怎么感觉像是在看肥肉？天房怎么了？每个月都失踪一个小姑娘，一看就是蓄谋已久。孩子们这么小，也不知道还在不在，真可怜。作孽呀！为什么欺负幼小的孩子？他们本身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已经很可怜了。听闻你算得特别准，今天帮我算算。你自己就是算命的，为什么还要找我算？是觉得自己不如我，还是想找茬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到底会不会算命啊？你们几个都是京城摆摊算命的，有点本事但不多，忽悠点小钱可以，想赚大钱不行。想必以前只有路人找你们算，回头客很少，大户人家不会找你们算。那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情况？看出来的。哦，你们这些天会倒大霉，劝你们小心些。一个人10个铜板，掏钱吧。你们也可以不掏钱，但要是倒了大霉再来求我，我是不会帮的。妹妹，你不是身体不好吗？怎么还出来摆摊了？你看我像身体不好的样子吗？既然你没事了，那就今天回家。虽然爹爹和大哥不在，但我能照顾你。不要，我要继续待在韩王府。江姑娘，多谢你们，以后我会经常来看孩子们。照顾这么多的孩子，最辛苦的是你们。不辛苦，我们喜欢孩子，乐在其中。家里人不介意你在这里吗？你自己的孩子呢？我没有孩子，夫君过世了，如今孤身一人，往后余生都会在福田坊陪伴孩子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你很令人敬佩。京兆府已经张贴孩子们的画像，说不定很快会有线索。最近还是先别让孩子们离开福田坊。我晓得，云溪你放心。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。你狐朋狗友多，要不你让他们帮忙打探打探。没问题。
只要不做违背道德的事，否则迟早会遭报应。就算这辈子没事，死了去地府也会受尽折磨。那是京城有名的茶楼，要不要去坐坐？要。哎，才不急了。嘿嘿，里面有客人吗？没有。你们要这间包厢？你确定里面没有客人？确定，今天这间没有客人。好，就要这间。我的感识不会错，之前这个包厢里确实有人站在窗口窥视，且对方身怀玄门法力。妹妹，你到底在找什么？没什么，缩头乌龟跑得倒挺快。你来韩王府做什么？我住在这里，回来吃午饭。你没有跟韩王成亲，为什么要住韩王府？太不要脸了！太上皇让我住的，你要是有意见就去跟太上皇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去牛栏村查清当晚的真相。这些菜满意吗？要是你有其他想吃的，可以跟厨房说。京兆尹府那边定了陆泽安的罪，皇上看在文信侯府曾经立的功上，没有判死刑，而是流放岭南。就该让他身心都煎熬受折磨，这样才是惩罚。就跟押送他的官差打个招呼，让他们每天给陆泽安一些苦头吃。总之别让他好过，生不如死。好。谢私塾的嫁妆，还有陆家吞了谢家的财产，都应该让文静侯府吐出来。这些可以用于福田坊等救治孤儿老人的地方。你考虑的对，这些事都交给本王。妹妹，祖母派人传话，请你回府一趟。走吧，我们回府。驾！周管家，立刻吩咐厨房，晚上准备一些补血的菜品。妹妹要在家里吃饭。是，少爷，老奴这就去办。云溪回来了，在韩王府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虽会相处，却并非长辈们所想的那种男女之情，而是准备助战北渊觉醒浩然正气之力。你看看这个，这些是我能想到20年前来家里居住过的客人。他们都是家里的亲戚？对，都是远房亲戚。左边是你祖父这边的，右边是我这边的亲戚。这些人都是怀疑的人，祖母觉得会是哪边的亲戚？我不太确定。但应该可能是我这边的亲戚，我比他们都要过得好。看来祖母有了怀疑的人，不确定是不是她。她是我最小的堂妹，当初嫁的一个小门户，夫君家不是很好。当年她送信找过我几次帮忙，确实是不好帮，我就没帮。后来她亲自来了英国公府，在这里住了5天。当时她是几个人来的？她带了一个婆子、2个婢女，还有3个随从。如果是她，布下灭绝杀阵的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仆人。天啊！要真是唐姨祖母，她也太狠心了。唉，当年她写了几次信，让我去说服你们祖父，安排他嫡子进营给个职位，我没答应。之后他亲自来了英国公府，背着我去找你们祖父。我知道这事后训斥了他，然后跟他说，只要他的嫡子靠自己进了营，表现好，有好的职位会考虑。当时他笑着答应了。在这里玩了2天才离开的。后来呢？那次他离开英国公府后，我们没再联系。后来听闻他的嫡子自己做生意，赚了不少的钱，家里越来越好。看来他有很大的嫌疑。他家离京城远吗？去的话，坐马车至少要5、6天。对了，他来英国公府的时候，正好是你出生的时候。等有时间了，我要亲自去看看。样子10有8九是他，我被调换可能也跟他有关，但我现在走不开。至少得将福天事解决后，我才能离开。要真是他也太狠心了！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行，正好借此机会让二哥出去历练历练，长长见识。战北月，醒醒，快醒醒！
是我。你跟我走，有人在操控禁术，说不定会有邪修。找到了？没有，对方停了下来。还要继续找吗？我很确定在东边方向，但现在对方停了，你想去看看吗？想。好。操控禁术的人应该就在这片区域。这里是京城的贫民窟，鱼龙混杂，没想到这里会有人操控禁术。越是鱼龙混杂，越好浑水摸鱼。有道理。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？可以。他昨晚失了那么多血，确实该找些热食补充体力。我以为你会拒绝。为什么拒绝？我们第一次来，就给我们来2碗你们摊位的招牌面。好，稍等。这面真好吃，好吃就多吃点儿。比本王想象中要好吃。走开，小东西！来，给你。不用帮了，他是快死的人。是你？我感应到了，我们都快死了，是不是？休得胡言！这人竟能感应到我身上的死气，绝不能让韩王看出端倪。对，休得胡言！你将他打晕了怎么办？先将他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必须把他支开，否则他看到这人身上的禁咒痕迹，定会刨根问底。你能不能去给他买些吃的？我在这里看着，当是打晕他的赔礼。好。别杀我！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，只要你不乱说话，知道了吗？这手臂上的皮肤竟然全枯萎成树皮了，照这个速度蔓延，他最多只剩1个多月的命了。你要不要跟我走？不要。跟我走，你以后就不用流浪，还不用担心没有吃的。不要，在这里有猪蹄吃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跟我走有吃不完的猪蹄。真的？我跟你走。我要将他带回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没名字。你为什么要救他？他太可怜了，最多还剩1个多月的时间。我带他回来还有其他原因，或许他可以帮我们找到今晚操控禁术的人。明天记得让人给他做猪蹄。我回去睡觉了。本王不会伤害你，只是想问你一些事。你昨晚说我们都快死了是什么意思？我什么都没说。其言。只要你跟本王说实话，这些猪蹄全是你的，而且你跟本王说的，本王不会告诉其他人，只有我们俩知道。真的？当然，说吧。我快死了，他也快死了。他是指谁？漂亮姐姐。江云一他竟然也快死了，难怪他要把2个孩子托付给我。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这是在给孩子们铺后路啊！刚刚我们说了，不要再对任何人说。好，我也不跟漂亮姐姐说。不准叫她漂亮姐姐。再次提醒你，我们的谈话不要跟她说，否则以后都不会再有猪蹄吃。好，不说，一定不说。你怎么来了？好吃吗？是不是昨晚的男人给你弄的？他有没有问你什么？他问了我是什么人，来自哪里，但我都不记得了。你真的不记得了？不知道。他有没有问你其他的？比如昨晚你说我们都要死了。没有。真没有？没有。比起这个漂亮姐姐，那个冷面男人可吓人多了。我真是胡思乱想，战北约怎么可能会关心我的生死？你暂时在这里住下来，不会少你吃的，每天都有猪蹄吃。既然你没名字，以后你就叫无名。无名，好。江姑娘，王爷说你起来后让你进宫去太上皇那里，老奴这就给你准备马车。好，
正好借着进宫的机会去看看太上皇的身体状况，顺便避开战北泽那张阴晴不定的脸。江姑娘，见过丽妃。你进宫是去看太上皇？丽妃还有事吗？听闻江姑娘是玄门中人，可否替本宫算算？我只能送你一句话：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太上皇还在等我，我先走了。这丽妃满身邪气，多说无益。姑母，他是害我爹爹去流放的人吗？是，你要记住的。我会记住。冰宁，你是文信侯府未来的希望，我会谨记姑母的话。爹爹的流放，侯府的没落，全被这个女人所致，我绝不会让她好过。娘亲，在宫里习惯吗？习惯，皇祖父对我们很好。是哦，皇祖父特别喜欢我们，每天有很多好吃的，还有好玩的。那你们继续陪着皇祖父，等他的伤好了后再回去。我跟你一起。有2个孩子陪姑说话，心情好，身体就好，应该可以提前下床。只要你没有感到不适，可以下床活动，但暂时不宜时间太久。好，默默绵绵在姑这里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去忙你们的事吧。这老头分明是在故意撮合我们。谢谢你给无名准备了猪蹄。无名？我给他取的名字。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不过是刚认识的人。我是好人。我要去摆摊了，韩王去忙吧。本王去看看你算命，突然有点兴趣。这男人昨晚明明还极其抗拒，今天怎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大师，救命！救救我啊！你是算命先生，还去拿死人的钱？他不缠着你，缠着谁？亏你还是算命先生，不知道不该拿的拿不得吗？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拿。将东西全部送回去，在坟前烧纸磕头忏悔，10个铜板。多谢大师，我一定照做。以前他就是这样靠着摆摊算命，独自带着2个孩子在市井中艰难求生吗？你去哪儿？现在是晚饭时间。无名不见了。他要走就走，或许是他流浪惯了，不喜欢待在王府。是，他是被召唤走的。你确定？当然，给他下诅咒的人应该就在那片区域。我想去那里看看，今晚必须去把人揪出来。本王跟你一起去。随便。你们来早了，应该亥时再来。给我来2串。4个铜板。我给你6个。问你一点事。你尽管问。你吃不吃？你经常在这里摆摊，想必见过一个身上皮肤像树皮一样的乞丐吧？唉，这小子挺惨的，不知道皮肤咋变成了那样，大家都喊他丑八怪，很多人欺负他。他在这里多久了？应该有好些年了吧。那他平常吃什么？说来也奇怪，这小子嘴巴挺挑的，一般东西不吃，就喜欢猪蹄。巷子里有一家卖面的摊子，他经常去那里讨东西，摊主挺好的，经常给他猪蹄吃。那对老夫妻看着很和善。他们也是可怜的，听说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全部死了，一家就剩这2个老人。你这样一说，确实是可怜。这满门横死的孽债，分明是因果报应到了头。是啊，都没后人了，老2口却天天晚上在那里摆摊儿，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吃那份苦。对了，这里有没有厉害的玄门大师？有的，有一个神婆可厉害了。有多厉害？平常找她的人很多，不过她每天只接待5个顾客，想找她得提前排队预约。她在哪里？顺着这条路走到尽头，再右转，再左转，那里有个招牌。谢了。你干什么？去后面排队。我不算命，这老妇人身上毫无阴冷气息，施咒者根本不是她。不算命在这里做什么？走走走。提醒一下里面的婆婆，不该吃的钱别吃，否则迟早会遭反噬。那个神婆有问题。她有本事，但不是很厉害。操控禁术的人不是她。现在去哪里？昨晚的面摊，我们应该能在那附近找到无名。你为什么觉得在那附近能找到？如果我说是那对老夫妻对无名下的诅咒，你信不信？
他们看着就是一对很普通的夫妻。之前那位摊主也说了，他们后代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做那种事？报复。你为什么才见一面就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是玄门中人。本王所了解的玄门中人没有这么厉害的。现在见到了，我有一双特别的眼睛，可以看出一些人身上的部分因果。能从本王身上看出什么吗？你的命格很特别，看不出来。你看过自己的没？算命者不自算。这女人满口谎言，若是没给自己算过，又怎会亲口对无名说自己快死了？无名，你们怎么会过来？接你回去。我不回去，不回。我能救你，昨晚你愿意跟我走，也是在赌我能不能救你，不是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那对老夫妻给你下的诅咒，你不能离开他们太远，否则会痛不欲生。于是今天你自己跑回来了。昨天我让你跟我走时，我看出了你的挣扎，但你还是想试试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。你不用害怕，我现在去找那对老夫妻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你是无辜的人，但凡你手里沾着恶，这件事我会袖手旁观，不会管。你救不了我的，救不了的，没人能救我。你应该信他，他不是一般人。信不信随你，我们现在去面堂那里。婆婆，我要2碗面，跟昨晚的一样，加荷包蛋和肉。是你们啊，我记得你们，主要是你们站在一起很养眼，让人想忘记都难。谢谢你的赞美。你们坐会儿，很快就好。你盯着我看什么？你是个好人。谢谢你的称赞。我故意带你参与这些，就是让你看清我的为人。等你知道6年前的真相，或许不会想掐死我。你们慢用。这次本王请你。那再加1碗。你没吃饱？给无名吃的。婆婆，帮我做1碗面条给他。姑娘，她不会吃的。婆婆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下诅咒？姑娘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夫妻就是个卖面的，不懂什么诅咒。每个人都渴望活得更久，但以伤害别人的方式进行，迟早会遭到报应。你们后代的死是你们自己造成的。姑娘，你是不是找错了人？姑娘，你们要是来吃面的，我们夫妻很欢迎；但要是来闹事的，我们夫妻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在说什么，你们心里很清楚。你们的后代接二连三出事的，他们会有那样的遭遇，是替你们挡了报应。姑娘，原本我觉得你是个好姑娘，没想到你脑子有问题，说话疯疯癫癫的。既然你们吃完了面，付了钱，赶紧走。妹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男人是谁？你们在偷偷约会吗？你是跟狐朋狗友来这里玩？你这样想太伤我的心了。我是来给你办事的，你让我查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。不错，快说来听听。啊，要现在说吗？这不就让别人听到了？本王也不能听。能不能不是他说了算啊？反正我都听妹妹的。他能听。那个懂事的夫君叫程子墨，是个孤儿，半年前死的。下葬的地方我也打听得清清楚楚。打听清楚就好。一会儿我们去挖坟。你说啥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没听错，我们一起去挖坟。大晚上去挖坟？对啊，月黑风高夜适合干坏事。看来你月黑风高夜干过不少坏事。挖坟这种事确实没少做。原来是有事要办，我就说妹妹怎么会跟韩王来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。大晚上为什么要挖坟？请带上我。你们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走。从这2人面相和贵气就知道不是普通人，原以为是来吃面的，竟是来找事的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夫妻在后代都死了还继续作孽，有没有考虑过他们在地府的生活？他们寿命未到，因为你们提前死亡，这一切都是拜你们所赐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敢说你们没有经常梦到他们？他们对你们抱怨、责怪。我不愿接受他们受苦的事实，想阻止他们送梦，可又太渴望在梦里见到他们。你们儿子在炼药时出了意外，丹炉爆炸起火，结果他们全部被烧死，但你们却把这份责任算在制作丹炉的人身上，也就是他父亲，让他每天承受锥心刺骨的疼，只能在这附近流浪，将他当狗那般对待。他是无辜的，
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你们。他的寿命还剩1个多月，如果你们心疼自己的后代，就还他自由，否则他们会有受不完的苦。你们身为玄门中人，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些。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如果你们不做决定，我会用我的方法解决这件事。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他怎么会知道的这般清楚，就像亲身经历过一样？我父母竟真的被害死了。你有办法救无名？没有，这诅咒太晚，已无力回天，就看这对夫妻如何抉择了。那你之前说用你的方式解决是什么？杀了他们。你要杀人？二哥别怕，我只杀该杀的人，不会滥杀无辜。我虽不想随意杀人沾染因果，但罪恶滔天之人不值得原谅。我不是怕，是没想到你看着柔柔弱弱却敢杀人。他看着柔柔弱弱，你确定你眼睛没问题？那晚在王府，本王就知道这女人不简单，也就长了张没有杀伤力的脸罢了。现在带我们去董氏夫君下葬的地方。你说的董氏是福田坊的坊主？你为什么要挖他夫君的坟？那天我去过福田坊，聊天时得知董氏的夫君死了。奇怪的是，我看他的面相，他夫君不会早死。妹妹，你说事情办成了，送我礼物，你打算送我什么？等挖完就告诉你。好。你做什么？这地方很瘆人。害怕？有点儿。那我现在送你礼物吧，这样你就不会害怕了。好啊好啊，你快送。好了。这就是他送的礼物，本王倒是很期待接下来他二哥的反应。啊，你送了什么？怎么突然这么多人？啊，飘啊，好多！他倒是挺会捉弄人，连自己的亲哥都不放过。你不是害怕，那就以毒攻毒，多看看他们，你就不会害怕了。这就是我送你的礼物。能换个吗？换不了。我能不能不要礼物了？送出去的礼物哪有收回来的道理？你仔细看看他们，他们根本没有在看我们。只要你不招惹他们，他们不会主动招惹我们。这样看，好像确实没那么可怕。有时候人心比他们更可怕，当然他们也有可怕的。真的要挖吗？万一他夫君埋在这里，岂不是太冒犯？要不要我们来赌一下？我赌里面是空的。本王也赌是空的。我不赌了，要是我输了，我就得出2份赌资。不赌不赌，坚决不赌。你们动手。妹妹，他们动了，他们全部在看我们。不用管他们，他们不会过来。哦啊，下面是有人吧？不然怎么会放这么多的东西？把那些东西拿出来。没人，竟然没有人！我打听过了，周围百姓都说董氏的夫君死了，尸体呢？就算是半年前死的，也不可能这么快腐化，里面也不像是腐化的样子。这里根本没有尸体。那天董氏说了，他夫君半年前过世了，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难不成还会有人偷尸体不成？没有人偷尸体，是下葬的时候棺材里就没人。人死后不是应该下葬吗？不下葬是要做什么？问得好。是不是没死啊？但要是没死的话，董氏也不会说啊。而且举行过葬礼。你是不是有了什么猜测？你觉得呢？人可能死了，但没人会无缘无故咬尸体，除非有人拿了有用。看董氏的面相，他的夫君绝对不会早死。啊？那为什么他和周边百姓都说程子苗死了，而且这坟墓还立了碑？二哥，你明天再去好好打听一下这个程子苗，查清楚了继续送你礼物。好，这所谓的礼物是不是可以算了？再开一次眼，我命都要没了。看来明天我得再去一趟福田坊。本王一起去。你很闲。查清这件事也是本王的职责。这2天多谢韩王照顾，我今天回家。我明天早上会去福田坊，你要是也去，能不能来英国公府接我一下？好。明天赶紧查清楚程子骥。本来是要回韩王府的，但我刚刚看出英国公府明早有事。哦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母亲，我们是逛夜市去了。
去深山老林活见鬼，那他妈能叫逛夜市吗？以后尽量早些回来，都回去休息吧。都是江云熙这个扫把星，如果不是他带着，景言哪会这么晚才回？他这是什么态度？我都好声好气跟他说话了，一点礼貌也没有。云溪，你回来了。昨晚跟二哥回来太晚，就没去跟你们打招呼。这女子我回府那天见过，脸明显是被打肿了。看来今早的乱子就是因她而起。这个天杀的，竟然打我女儿！我可怜的诗雪。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她是你二叔的大女儿，嫁给了文昌伯府大房的二公子，嫁过去4年没有生育孩子。夫君纳了2房妾室，都有了孩子。这个魏寒轩居然敢如此！这次既然动手，这分明是打我们英国公府的脸。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你现在是什么打算？是和离，还是继续当文昌伯府二少夫人？我打心底佩服堂姐敢说敢做，我却受了委屈不敢说。这次若不是实在受不了，绝不敢跑回来。她4年没孩子本就理亏，我连去伯府闹都不敢。云溪，这和离对诗雪不好吧？她以后怎么？她眉心已经隐隐透着黑气，命不久矣。不和离也可以，可能过不久，你就会得到一具尸体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诗雪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怎么诅咒她？你们都闭嘴，先听云溪说。手臂上都这样了，还不知道身上。对方打他不是1次2次，只是这次差点要了诗雪的命，他才会跑回来哭诉。诗雪，我可怜的女儿，这么多的伤，云溪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她是不是经常打你？他的衣领将脖子遮得那么严实，想必是差点掐死他。诗雪，是不是这样？昨晚太可怕了，我差点被魏寒轩活活掐死。诗雪，你现在要是不说真话，就没人帮得了你。我这苦命的孙女真是造孽呀！是和离，还是继续挨打？你考虑清楚。太过分了！天啊，竟然掐成了这样！诗雪，你为什么不早些跟家里说？我们都可以帮你出气。文昌伯太过分了。走，我们现在去文昌伯府打这个魏寒轩一顿。你冷静些，现在去打他一顿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我的诗雪啊，当初真的不该将你嫁去文昌伯府。我现在就去文昌伯府讨说法。站住！为什么不能去？不是不能去，而是要看看他的决定。要是他不愿意和离，你现在去闹，他以后只会过得更不好。老夫人，文昌伯府来人了，是姑爷，说是来接诗雪姑娘回去的，还说要请罪。让她进来。祖母，是我对不起诗雪，昨晚我喝了太多的酒，才会闹出那种事。这个混账东西，怎么能那样打他？昨晚是喝太多酒才会打他，那以前呢？为什么也打他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清楚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的选择呢？夫人，我当着你家人的面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打你，我对天发誓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娘亲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呀？娘亲，快上来！今天要看好孩子。本王会看好他们。江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那2个孩子是？他们是我的孩子，男孩叫默默，女孩叫绵绵。2个孩子看着长得真好。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，估计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，他们才5岁。我也很后悔没能为夫君留下孩子。你们这么年轻，他怎么会过世？他是京城有名的戏曲班子一名唱戏的，在台上表演时出了意外。疑点拆解开始。悲伤不假，说明夫君是真的死了。可面相显示，程子茂根本不该早死，他们俩的感情绝对有问题。他走得太急了，我们都没能好好告别。看来你们夫妻感情很好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为什么不早些要个孩子？我们感情很好，但因为条件不是很好，他想多赚些钱，生活有保障后再考虑，就一直没有要孩子。你要往前看，他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般痛苦。我跟韩王给孩子们带了些东西，你让人拿进去，到时候分给孩子们。我替孩子们谢谢你们。对了，京兆印府那边有线索了吗？没有任何线索。这几个月福田坊有没有来什么特别的人？
孩子们失踪，是有人提前谋划好的，否则不会做得这么天衣无缝，绝对不是临时作案。平常会有些人捐东西，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来。你别太担心，京兆尹府会尽全力查。我让人来搬东西。好。那个姐姐很厉害，你们想知道什么都可以问她，她都能回答。她真的命不久矣吗？你跟董事聊天可有打探出什么？这个程子墨得好好查一下。虽然你二哥去查了，但本王也派人去查查。不用了，我打算亲自去。这件事得速战速决。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？不太确定，得去程子墨所在的戏班子看看才知道。本王也去看看。韩王，这2天多谢你照顾云溪。应该的，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照顾默默绵绵，他把孩子养得很好。可不是，所以以后我们都要对他好些。你们都不知道他快死了，只有我知道。会的。小小年纪就知道拍马屁，偏偏祖母又吃这一套，我可说不出那些虚伪的称赞。明明我才是他们的外祖母，他们却不搭理我。虽然刚回府我没给好脸，但他们就不能对我热情些吗？祖母，堂妹的事解决了吗？他要是回去，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吗？不合理，他会死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文昌伯府的二公子当着我们的面保证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打失血。我没有胡说，信不信随你们。失血性子优柔寡断，因为生不出孩子心怀愧疚就任人欺负，再这样下去只会害死自己。快，你赶紧将二房请到这里来。你呀，等会儿不要乱说话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免得讨人不喜。我不会乱说话，我只说真话。母亲，失血是我们堂妹，我们不能不救啊。不需要你救，你也救不了，你还是尽快找个人嫁出去。云溪姐姐，嫁人是一辈子的事，我也不能随便找个人嫁了。不随便嫁也行，3个月后搬出英国公府。江云琪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本想好好跟你相处，你为什么这么接纳不了陈瑜？你要是怕他离开英国公府吃苦，你可以跟他一起搬出去照顾他呀。你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你怎么可以对母亲说这样的话？陈瑜，3个月内你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，不然你就搬出英国公府。祖母，不是祖母非要赶你走。22年前，有人要江家断子绝孙，而你是布阵的人故意换进来的。母亲，有这么严重吗？你不要听江云溪乱说。陈瑜当年是个婴儿，他是无辜的。穆安荣，你是英国公夫人，我问你，在你心里是陈瑜重要，还是英国公府重要？母亲，英国公府自然重要，但陈瑜到底是我们身边养大的，他现在22岁，不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婴儿。哭得这么可怜，终究是舍不得这里的荣华富贵。但凡有心，知道自己会给家里招来灾祸，早就主动搬出去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查清楚了吗？程子墨是半年前死的，这个戏班子里的人都知道。你们说有没有可能，真正死的人不是程子墨？你的意思是，在台上表演时出意外的不是程子墨？如果不是他为什么要假死？这也是我目前疑惑的地方。一个正常人肯定不会假死，他选择假死，会不会是想摆脱自己的夫人？很有可能。我去他们家附近打听时，百姓们说他们感情很好。感情好也可以演出来。他在戏班子有没有走得近的异性？这个倒没有，大家都知道他成亲了，难道我想错了？他在这里有没有走得近的同性好友？他跟纪凌风走得很近，大家都知道。纪凌风在程子墨出意外后情绪悲痛，之后离开了戏园呢。这个纪凌风现在在哪里？之前他住在万福街，离开戏园子后不知道他有没有搬走。程子仙没跟其他女人走得近，应该不是感情出了问题。男人出轨对象除了女人，也有可能是男人啊。他这脑洞也太大了吧！断袖之风虽有，可这也太离谱了。你们找他啊，他不在家。婆婆，他是一直不在家，还是今天不在家？大概是4、5个月前吧，反正这几个月一直没看到他回来过。他失踪了，我们想找他。原来是失踪了，难怪一直不见他。他是京城有名的戏曲园唱戏的，平常总有一个同行来找他，经常能听到他们在屋里对戏。谢谢你的告知，
那他现在是离开京城，跟他喜欢的人跑了吗？怎么会有这种渣男？太过分了吧！我能不能进去搜查？事关福田坊孩子失踪案，可以查。几个月没人住，花花草草还长得这么好，是不是很奇怪？应该是有人来打理过。对啊，要是没人浇水，这些花草早就枯了吧？完全不缺水，绝对有人天天来浇花。这里没有线索，去左侧房间。看来他是真的很爱唱戏啊，难怪程子墨总是来跟他对戏。我这个弟弟真是一个脑子不灵光，这都看不出来他们俩关系不寻常吗？这里有画像，是不是挺相配的？啊，你是说他们？程子茂跟纪凌风应该是断袖，纪凌风在台上出意外死了，程子茂趁机做成他死了。他假死就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夫人？不一定，两个长得不一样的人到底怎么能做成是他假死啊？